我的招财进啊，我的鱼啊！大人，你节哀呀！于知府，你怎么了？大人的鱼不知为何少了几条。哎呀，不就是几条鱼嘛，再养几条就好了。你说的轻巧，这可是我养了好多年的招财进啊，个个都是我的孩子。顾公子，您是千眼神探，你可一定要帮我救出偷鱼贼呀！好说，300两。啊！哎，大人！不对呀，昨晚我吃了2条，怎么少了3条？看鱼口多实，我都不耐烦了。怎么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有啊，该吃饭了，我吃饭去了。我看你能藏到什么时候？抓住你了！顾星河，你就是偷鱼贼！你少血口喷人！那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你来这里看鱼干嘛？我过来查案，什么声音？野猫而已了。那就是他们偷的了。有道理。顾星河，你怎么了？顾星河，小星星，快！不会是我把他害成这样的吧？我还是赶紧溜了吧。小星星，怎么越来越烫了？反正我体温低，应该可以帮他降温吧。沧海无美，却不曾理会。青苔覆石碑，皎月下的泪，终归不奉陪。落下魂，落下愧，零碎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在我床上啊？昨晚是你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的。还有呢？然后我就把你衣服脱了。闭嘴！之后呢？之后我就抱着你，你就像个火球一样，可烫可烫。停！王子，出去！现在立刻马上出去！我什么都没看着。我问过王伯流行了，我包肉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的。等等，负什么责任啊？哎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请你吃肉包子。快下来！我不下。我再说一遍，你给我下来！好熟悉的味道，好像在赵四家闻过。是硝石，制造火药的成分。凶手利用硝石制冰，减缓尸体腐烂，延后了死亡时间。大人，这能行吗？硝石入水后会吸收水缸里的热量，从而导致水缸中的水慢慢结冰。行不行？一试便知。想看就站近点儿。我不过去了，我不过去了。我不要！手脚一旦沾水，我那叫人的尾巴可就藏不住了。我没有啊。听说鲛人双腿遇水化为，是真的？我没见过。那既然你不怕，我就把你丢到水缸里。我从小落水了，然后我就感染了风寒。对，所以我只要双脚沾水的话，我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像你昨天晚上一样，浑身发烫。大人，结冰了，真的结冰了！他脸红什么？
这里昨天不是都来过了吗？关于中毒这点还缺少线索。老伯，刚与您说话的是哪位啊？您是说陈老板啊？那可是个大好人，他来这里不足半年，跟这些街坊邻居相处的都不错。那他找您买肉吗？不是，陈老板经常送茶叶给我，我也得回礼呀。那他也会给赵四送茶叶？那当然，在这里他们俩关系最好了。陈烨与赵四交往，自然会送茶叶给赵四。茶叶罐却是空的，难不成是在茶叶里下毒？他这是怎么了？他这儿不太好。你干嘛去啊？你们是在下顾星河，这位是包姑娘。我们正在调查赵四一案，可否询问几个问题？听街坊们说赵大哥死于河豚中毒，我早劝过他饮食小心。抱歉，顾公子，请问陈老板上次离开安怀县是什么时候？半个月以前。期间可曾回来过？这段时间一直住在福来客栈，店里的伙计们都可以给我作证。难道赵大哥不是河豚中毒？还不清楚，有劳了。如果赵大哥死于非命，您可一定要为他做主啊！那是自然。陈烨是不是有问题？可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坏人。你看，他跟乡亲们相处的也不错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凶手。顾星河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闭嘴！你找到我了。顾星河，我忍你很久了。包肉肉，不服气啊？不服气，咱俩打一架。茶叶。手帕。是断肠草，此物一旦发作，可引起中毒者抽搐、昏迷。这个与河豚毒有几分相似。赵四喜食河豚，凶手将断肠草当作茶叶送给赵四，让人误以为赵四是中了河豚之毒。这么说就是熟人所为了？说不准。赵捕头，啊，案发当日陈烨可有异常？大门紧锁，无人在家。他是安怀县人？不是，此人半年前才来到本地。怎么，大人，你怀疑他呀？可是杀人动机呢？找到凶手，自然水落石出。明白了，大人，我这就差人去福来客栈查证。如果真的是陈老板做的，他应该逃啊，还回来干嘛？不知道。要么就是有别的目的，要么就是过于自信。我就是觉得他不像是个坏人啊。敢不敢赌一赌？赌什么？如果你输了，就拜我为师，以后我走到哪儿，你就跟到哪儿。赌就赌，我一定会证明你是错的。就是这个味道，还真被顾星河给说中了。
它留在我心上闪烁，任由滚烫的泪淹没。谁先说不透夜的轮廓？执着看前世的花结果，泪落沧海的落寞。哪有不告而别的泡沫？再见你的笑人依旧，别再说我的明天是错。这一年，这一遍，相思的风为我们蔓延，清楚之间暂有你的幻觉。这一遍，这一眼，我们共同对抗这世界。若相见，不只是永远。谁看浮着现在水前缘，飞远落山岩西天。寻你足迹细数深浅，这一次有妥帖的语言，能相见，等风吹落无言。这一夜，这一遍，相思的风为我们蔓延，清楚之间暂有你的幻觉。这一遍，这一切，我们共同对抗这世界。若相见，不只是永远。这一夜，这一遍，相思的风